阁下若想安然无恙，就速速将店里的仙药呈上。我这里是盲盒店，盒中能开出何物，全凭各位的运气。既如此，便将你这些盒子尽数拿来。若真能开出救治咱大孙的良药，咱必有重赏。本店的盒子一口价5000两，此物非皇帝不能购买，想要可以先付钱。大胆，5000两一个，这与明抢何异？天下皆是王土，皇上肯要你的东西是你的荣幸，速速将盒子献上，否则休怪我等无礼。这已是给皇帝的价了。另外，到了我的地界，就得守我的规矩。我劝各位最好安分一些。哟呵，你的规矩，那咱今日倒要领教领教。毛香听令，给咱把这些盒子全拆了。遵命。毛香领命拔刀，可刀刚出鞘，脸上便凭空多了2个掌印，同时一股无形之力将他死死压制在原地，无法动弹分毫。店主息怒，重八也是救孙心切，才一时糊涂。我们愿意遵守规矩。还是马皇后明事理。既然如此，我就卖你们2个盲盒。系统，松开他吧。好的，苏左。多谢店主。妹子，你……哼！马皇后立刻怒目瞪向朱元璋。闭嘴！莫要再添乱了。眼下救雄鹰最要紧，无论这是何处，我们都得一试。好，那咱就买一个，瞧瞧你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朱元璋极不情愿地支付了5000两银子。那个最大的盒子给咱，这么大的盒子定能开出仙药。拿去吧，直接打开便可。马皇后一脸不安地注视着朱元璋，打开了盒子，未曾想里面竟是一包辣条。奇怪，怎么会开出辣条？辣条，这是何种灵丹妙药，或是稀世珍宝？都不是，这只是一种吃食。店主，此物可否救治雄鹰？不能，此物名为辣条，是未来的一种美食，味道绝佳，你可以尝尝。我尼玛！美食现在要的是救命的药，况且就这么一包，竟耗费咱5000两。朱元璋气愤至极，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但又不敢再次发作。我讲过，本店的盒子里什么都可能出现，全看运气。为何偏偏不是药？难道雄鹰真的天命该绝吗？咱不信这个邪，咱再开一个，把下面那个最小的给咱。既然最大的盒子开出的是最寻常之物，那最小的盒子出的必然是稀有之物。可以，但是什么？还是老规矩，先付钱。望这次能开出治愈雄鹰的良药。马皇后与朱元璋一同紧张地打开了第2个盒子。这是恭喜你开到宝物了，这是一种农作物，名为红薯。红薯正是，它耐寒耐旱，不择土壤，而且产量极高。区区一种粮食也算得上是宝物。你这乡下人，红薯的亩产最高可达8000斤以上。我操！亩产8000斤，好，太好了！我大明有了此等神物，百姓再也不必挨饿了。竟然真的能开出神物，真是太好了！那是自然，本店出品，货真价实。你这盒子里的东西确实神奇，你有多少？咱全要了。全要不了，每位皇帝每日限开2个，你的份力已经用完了。还有此等规矩，可这天下只有咱一位皇帝，你说的每位皇帝是何意？你的子孙后代中自然有大明未来的皇帝，他们也能开。听闻此言，朱元璋瞬间明白了什么。好，重八，那我们今日先回，改日再来。父皇，那个盲盒真能开出救治雄鹰的药吗？而且那林北竟有如此神通，莫非是神仙不成？咱与你们母后亲眼所见，岂能有假？是的，彪儿，老四，你们父皇所言句句属实。这辣条滋味真是不错啊！可惜咱一天只能开2个，否则定能开出救雄鹰的药。彪儿，明日你与咱同去，如此便能多开2个。老四也一道去。是，母后，儿臣定当护好您和父皇的周全。哟呵，老朱，这是全家都到齐了。是啊，他们都想来见识你的神物，况且咱也想早日开出救治雄鹰的神药。欢迎光临。彪儿，你先去开，看看能得些什么。希望能开出救治雄鹰的仙药。朱标默许心愿，随即拆开了盒子。然而盒子刚一打开，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林北，你这骗子，为何边开的盒子是空的？因为朱标永远也当不了皇帝。此话何意？你说咱的彪儿没能继承大统？没错，他天命并非所归的君主，所以开出的盲盒自然是空的。朱标闻言面如死灰，身体一晃，踉跄的退后数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彪儿乃是咱的太子，这皇位咱只会传给他。正是，大哥继承大位乃人心所向，文武百官与我们兄弟无不拥戴，怎会无法登基？想知道答案得加钱。店主，我们付钱，还请告知。朱元璋迅速将银钱交与林北。5000两黄金，若非是关太子，朱元璋断然不会如此爽快。洪武25年4月，太子朱标巡视陕西归来，染上风寒，不治身亡。同年8月，葬于孝陵之东，追谥一文。这怎么可能？
先是雄鹰，后是彪儿，莫非是天要绝咱大明国祚？冲吧！既然霍启巡视陕西，那我们阻止彪儿前往，不就可以避开此劫了？对，再给彪儿指派10名太医随行，咱绝不容他有任何闪失。父皇母后，这位免太过兴师动众，即便我真有不测，不还有2弟和3弟吗？也对，倘若彪儿不在了，是老2还是老3继承了皇位？二哥脾气暴躁，定然不是他。洪武28年，秦王朱爽轰；31年，晋王朱刚轰。怎么老2和老3也都走在了咱的前头？那咱的江山最后传给了何人？莫非传位给了我？洪武31年5月，太祖皇帝宾天，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不对，就算雄鹰不在了，嫡孙还有允通，如何会轮到允文？难道允腾也？朱允登尚在，但在你驾崩前，已被吕氏教养成一个庸才，不堪大任。吕氏这个毒妇，店主。此言差矣，即便常氏不在，我还在，他们都是我的心头肉，我怎会容许吕氏抚养他们？关于这个嘛，快讲。洪武15年8月，马皇后病逝，葬于明孝陵，谥号慈孝高皇后。绝无可能，咱的妹子怎会离世？我已经透露的够多了，想知道更多就开下一个盒子。好，咱开。正当众人紧张地注视着朱元璋准备打开下一个盒子时，一个身影提着刀快速坐下。先是诅咒我大哥，又诅咒我母后，我今日便要揭穿你这妖言惑众的骗局。而林北并未出手阻止，只是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说道：“你尽管动手，但每个盒子5000两黄金，一经破坏，概不退换。”老四，住手！朱棣闻言，怒火更炽，挥刀便划开了面前的两人。只见一本厚重的典籍和一颗药丸滚落在地。不是说唯有皇帝方能开出宝物吗？为何老四也能做？你不是说唯有帝王才能开出东西吗？为何老四也可以？因为他将来也会登基为帝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这本书名为《永乐大典》，而永乐正是他日后的年号。给咱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何事？老四是如何登上皇位的？重八，你先别动怒，听店主把话说完。好，咱就听听，看这个逆子是怎样坐上那把龙椅的。是说来话长，源头还在你那个好圣孙朱允炆身上。允炆他做了什么？你驾崩之后，朱允炆继承大统，他年纪尚轻，又被一群文官包围。这些人告诉他，他的叔父们，也就是你的儿子们，个个手握兵权，封地辽阔，是对朝廷的巨大隐患。这允炆他，于是这位建文帝听从了建议，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削藩。削藩，他好大的胆子！那些藩王都是他的亲叔叔，是咱大明的监视屏障。他当然敢，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你的第5子周王、第12子襄王、第13子代王、第18子民王，不是被贬为庶人，就是被逼得自焚而死，手段可谓雷厉风行。什么？允炆他竟对自己的亲叔叔下此毒手？当他准备向势力最为雄厚的燕王，也就是你面前的这位好儿子下手时，你猜发生了什么？老四的，他被逼上了绝路，只能起兵反抗。所用的名号也颇有意思，叫做清君侧，靖夺难，史称靖难之意。靖难，我竟起兵了。父皇，大哥，我非本意，实乃被他所逼。诸口，你这孽障！君臣有别，他是君，你是臣，他要削你，你就该受着。你起兵造反，便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咱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父皇，请您息怒，四弟他也是被逼无奈，允炆的做法的确有些过激了。彪儿，你竟还为他辩解？冲吧！你先消消气，这些事毕竟尚未发生。我们既然提前知晓，总有办法阻止。我们可以用心教导允炆，让他懂得叔侄情分，不去削藩。我们也能看管好老四，不让他。已经迟了。林北冷漠的话语如一盆冰水，浇灭了马皇后最后的希望。从他开出这2个盒子的一刻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便已确立。有些洪流不是你们想挡就能挡住的。那后来呢？靖难之役的结局如何？结局便是朱棣仅用4年，便自北平挥师南下，兵临南京城下，最终皇城付之一炬。建文帝朱允炆从此下落不明，而你的好儿子朱棣则登基为帝，改元永乐。咱的家，咱的国，竟全乱了。咱穷尽一生打下的江山，到头来却是咱的儿子亲手将他搅得天翻地覆。咱这究竟是图什么？好了，未来的故事暂告一段落，我们还是先看眼前吧。这颗药丸倒是能救朱雄鹰，药到病除，即刻生效。当真？太好了，快给雄鹰用药。多谢店主。但是你们可要想清楚，这颗救命的丹药是出自你们口中那位篡位谋逆的乱臣贼子之手。你们确定要用一个未来篡位者的东西去救大明朝名正言顺的皇长孙吗？
朱元璋的脸色变得异常复杂，他望着那颗药丸，如同看着一块烫手的山芋。用它便意味着承认了朱棣的功劳，间接默认了那个他绝不愿接受的未来。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什么正统，什么篡位？那也是你的亲孙儿，是彪儿的骨肉，难道他的命就不是命吗？冲吧，你怎能如此糊涂？为了那点可笑的规矩，连亲孙子的性命都不要了。父皇，儿臣恳求您了，儿臣可以舍弃一切，这太子之位，儿臣不要了，便是儿臣的性命也可以不要，儿臣只求雄鹰能活下来啊！求您了。拿去吧，救人要紧。谢父皇。目送朱标带着药丸匆匆离去，朱元璋的视线落回柜台，那本《永乐大典》仿佛一根尖刺扎得他心头火起，他猛地转向一旁的朱棣。逆子，父皇，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是现在的心还不够乱吗？滚到一旁去！咱现在看见你就烦。是儿臣有罪。重八，莫要再生气了。雄鹰得救，终归是件喜事。老四他也并非存心如此。喜事，咱的家世国事被此人一番话搅得天翻地覆，这也算喜事。朱元璋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锁定在林北身上，先前的疲态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种偏执的疯狂。现在该谈谈咱妹子的事了。哟呵。哦，马皇后的事，你先前所言，咱的妹子病故于洪武15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得了何种病症？为何太医院也束手无策？你给咱一五一十的讲明白。重八，你冷静些。店主所说的，也许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既然提前知晓，便可设法防范。咱不管它是不是可能，咱必须知道缘由，咱绝不容许那样的事情发生。想知道答案，规矩你是懂的。不过这次我不收你的钱。此话何意？你所求的答案，我不会说出口。你今日不是还有最后一次开盒的机会吗？打开它，你想要的一切就在其中。重吧，妹子，你放心，咱今日定要看看是何方妖孽敢在咱的眼皮底下害你，让咱知晓了，有一个算一个，咱要将他们全部诛灭九族。话音未落，朱元璋已然转身，毅然决然地走向最后一个盲盒，准备揭晓那关乎国母命运的答案。那木牌之上，孝慈高皇后5个大字仿佛烙印一般刺入朱元璋眼中。这竟是妹子的谥号牌位，为何如此？为何偏偏是这个？这便是你要的答案。林北的声音平淡无波，听不出任何情绪，却字字句句都像利刃，精准地刺向朱元璋内心最深的恐惧。洪武15年，淮河大旱，千里饿殍，为节省国库开支，以赈济灾民，他下令宫中一切从简，后宫的用度被削减，妃嫔的珠翠被封存。他更是身先士卒，每日的餐食仅有一饭一汤。那年盛夏，他染上风寒，起初不过是小样，太医呈上人参、灵芝等名贵药材，皆被他退回。他说：“陛下为国事日夜操劳，盼的是天下百姓温饱。我身为皇后，怎能因一己之病耗费国家钱粮？”他只肯用些寻常草药，病情因此千言反复，而他自己却还在为将士们赶制寒衣，为赈灾的账目彻夜不眠。别再说了。到了8月，他已病入膏肓，药石罔效，弥留之际，太医欲用虎狼之药为他强行续命，仍被他挥手拒绝。他只是望着你，嘱咐你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言必便与世长辞。所以害死他的并非不治之症，更无半点阴谋诡计。他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节省下那一点点宫中用度去救济灾民，硬生生将自己耗尽了心血，拖垮了身子。撒谎！一派胡言！你说的每一个字，咱都不信。咱的妹子，咱最了解，她节俭是真，但绝不会愚钝到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你知道，咱离不开她，怎么可能为了区区几个铜板，就把自己活活耗死？你分明是在诅咒她。我只负责揭示未来，至于你接不接受，与我无关。重八，你冷静些，莫要再说了。咱不信，一个字也不信。你这个妖人，先是断言彪无缘地位，又说老四这个逆子谋朝篡位，现在竟敢诅咒咱的皇后，就是存心要搅乱咱朱家，让咱众叛亲离。你的家务事我毫无兴趣，我只开我的盲盒，讲我的故事。你重八，我相信店主的话，我自己的身子自己有数。这些年确实时常感到心悸气短，只是不想让你分心，便一直没有声张。我总想着宫中能省一分用度，宫外的灾民便能多一分生机。你糊涂啊！你是大明的皇后，是咱的命，安危比什么都重要。那些灾民咱自会设法，国库空了，咱就去抄了那些贪官的家，怎么也轮不到你来克扣自己的救命钱。朱元璋气到浑身战栗，滔天的怒火在胸中翻滚，却找不到任何宣泄的出口。他所有的皇权与霸道，在妻子固执的善良面前，尽数化为无力的背负。父皇，还请息怒。滚开！这里没有你的逆子说话的份。朱元璋与马皇后正神色凝重的对峙，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一道身影匆匆跑入，打破了死寂。来者正是去而复返的朱标。朱标满脸喜色，激动的语无伦次。
父皇母后，太好了，太好了，雄鹰他没事了。彪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雄鹰他如何了？父皇母后，千真万确。儿臣亲眼看着雄鹰服下那丹药，转瞬之间高热便退了，脸色也恢复了红润。方才太医已经诊脉，确认雄鹰也无性命之忧，只需悉心调养便能痊愈。苍天有眼，苍天有眼，我的雄鹰，我的好孙儿总算保住了。好啊！咱就知道咱的皇长孙是真龙血脉，福泽深厚，绝不会有事的。正是店主的神药，当真是灵丹妙药。一家人被巨大的喜悦所包围，百货店内先前那股沉重的绝望气息，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佳音一扫而空。然而朱元璋的笑声却戛然而止，他想起了林北不久前关于马皇后命运的断言。不对，要是真的，这意味着老四开出的药丸确实救了雄鹰的性命。朱元璋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猛地转身，死死盯住林北。这药是真的，那岂不是说你方才讲的关于咱妹子的那些事？朱元璋的话没有说完，但在场所有人都明白了他未尽之语。刚刚还充满欢声笑语的空气，在这一瞬间再度跌入冰窟。朱元璋一家人的视线全部汇集在林北身上。那关于咱妹子的事也是真的？我只陈述既定的事实。不，绝不会的。这个杀伐决断、一手开创大明江山的铁血帝王，此刻却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他双目赤红，血丝密布，口中反复呢喃，仿佛这样就能否定那无法承受的真相。冲吧！是假的，全是你编造的谎言。咱的妹子最懂咱的心，她知道咱一日都离不开她，怎么可能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就把自己活活拖死？他并非为了省钱，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替你分担这万里江山。他爱你，所以他也爱护着你的子民。咱不稀罕他爱什么江山百姓，咱只要他活着，咱只要他好好陪着咱活着，你明不明白？朱元璋猛然转身望向马皇后，眼神失焦，陷入痛苦的回忆。是了，咱都想起来了，全都想起来了。去年天冷，你硬是把凤鸾宫的炭火分了一半给守城将士。前年大旱，你带着宫女们吃糠咽菜，说要与灾民共苦。咱当时还笑你，说咱朱重八如今富有四海，让你别再苦了自己。咱怎么就没往深处想？咱怎么就这么糊涂？无尽的悔恨与痛苦如决堤的洪水，瞬间将朱元璋吞没。他猛地抬起头，眼中的悲伤已被滔天的怒火取代。太医院都是太医院那帮废物，一群饭桶。咱的皇后身子不适，他们竟敢疏忽至此，眼睁睁看着她耗尽心血，他们都是死人吗？朱元璋满眼自责与悔恨地看着马皇后。父皇，请您息怒，这件事或许并非如您所想。住口！还能有什么内情？庸医误国，罪该万死！毛相，给咱滚进来！在百货店的独立空间里，他的声音根本无法传出分毫。人呢？都死到哪里去了？来人，给咱把太医院上下，从院使到药童，一个不落，统统拖出去斩了！父皇，万万不可啊！你这逆子也敢多嘴，给咱滚到一边去！冲吧！你这是疯了！别这样，这不关他们的事，是我自己不愿用那些名贵药材的。你就算杀尽天下人，又能改变什么？你快冷静下来！咱怎么冷静？一想到你会死，咱就恨不得把这天都给捅个窟窿。要是没了你，咱要这万里江山做什么？咱坐着皇帝的位子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在这里哭天抢地，迁怒旁人，又于事何补？人还好端端地站着呢，你就先当他没了。有这个力气，不如想想怎么找到能治好他的药。药，对，是药。你能开出救雄鹰的灵丹，就一定有办法救咱的妹子。来人，给他开价，要多少钱咱都给。开药自然可以，不过你今天的2次机会已经用光了。本店规矩，一位皇帝一天只能开2个盲盒。用完了，希望在燃起的瞬间便被掐灭，这比纯粹的绝望更加折磨人。讲明白了，就明天再来吧。咱明日必定再来，定要开出救妹子的药方。重八，莫要如此，你这模样吓到孩子们了。咱怎能不急？一想到你会离咱而去，咱的心就好似被万蚁噬咬，恨不得现在就将此店夷为平地，把所有的盒子都给咱砸开。你尽可以试试，但我的店若是毁了，它便再无生机。此地的规矩便是天道，神佛亦须遵从。父皇，还请息怒，店主所言极是，我们切不可鲁莽行事。既然寻到了救治母后的希望，就更该沉着冷静，依规矩来。冷静？你让咱如何冷静？明日咱再来审，你把允文也一并带来，还有老四，你们3个都来，加上咱一天就能开6个盒子，咱就不信6个盒子还换不来一条性命。父皇，父皇，允文尚且年幼，让他知晓此事是否太过沉重？年幼，他已是未来的君主，还当什么孩童看待？咱就是要他来，咱要亲眼看看他究竟有没有这个天命。重八，彪儿说的对，允文性情温顺，你莫要逼迫他。妹子，此时你无需多言，为救你，咱什么都豁得出去，就这么定了。明日必须把允文给咱带来。店内气氛再度陷入压抑的程度，每个人的心头都压着一块巨石。你们的悲欢离合暂且不提，难道就忘了桌上这本《永乐大典》？不就是一本不值钱的破书？破书？哟呵！
朱元璋，你当真是小瞧了你这个儿子。为了编撰此书，他征召天下2000余位鸿儒，穷数年之功，将先秦以来7、8千种古籍尽数收录，此乃你朱家王朝流传后世的无价之宝。不过嘛，这件千古功业也如一则谶言，映照出了你这几个儿子的各自宿命。老四的儿子，他们又出了什么事？朱元璋的精神为之一振，自家糟心事已让他心力交瘁，听听儿孙辈的纠葛，倒不失为一种暂时的解脱。你这几个儿子的故事，可比你和朱标这一代还要跌宕起伏。这本大典的编纂，便成就了你的长子，他因仁善敦厚，深得文臣之心，被后世誉为一代人君。人君像咱彪儿，好，不愧是咱老朱家的种。你的次子则继承了你的铁血手腕，他随你征战沙场，戎马一生，战功彪炳，被誉为一代战神。战神这个词深深刺入朱棣的心脏，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在沙场上纵横驰骋。一个人君，一个战神，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好，这才像咱朱家的子孙，是吗？可惜你还有一个儿子，因为觊觎不属于他的东西，被你亲手废为庶人，圈禁致死。什么？我把自己的儿子关了一辈子？一个人君，一个战神，还有一个阶下囚，一个仁厚的太子，一个善战的藩王，还有一个觊觎皇位的逆子。这不就是彪儿、老四和咱的翻版吗？宿命竟又在下一代重演了。给咱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朱元璋一行人神色各异，都紧盯着林北。别绕弯子，给咱把话说清楚。父皇，朱元璋猛地一瞪朱棣，眼神凌厉如刀，打断了他。你给咱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咱再问先生，朱高炽为人端庄稳重，喜读经史，颇有儒者之风，因其仁善，深得文官集团的拥护，确实与你的太子朱标有7分相像。像我那子实在好不过。朱元璋瞥了朱标一眼，发出一声冷哼。像他又如何？妇人之仁能守得住江山吗？说下一个，那个什么战神是谁？朱高煦自幼便随你南征北战，在靖难之役中更是屡次救你于水火。他骁勇善战，与你年轻时如出一辙。那被圈禁的，莫非是老三朱高燧？不，被废为庶人，圈禁致死的，正是你这位战功彪炳的朱高煦。朱棣如遭雷击，浑身一颤，面色瞬间惨白。什么？这不可能！高煦他为何要反？我当了皇帝，富有四海，难道还会亏待他不成？有什么好奇怪的？龙生龙，凤生凤，你这个当爹的就是个反贼头子，儿子有样学样，不是天经地义吗？冲吧，你少说2句。老四，你也别急，听先生把话说完。这件事的根源还在你自己身上。靖难起兵时，为了激励朱高煦为你拼命，你曾对他说过一句话：免之世子多疾。世子多疾，我儿高炽身体却有旧疾，腿脚不便。我当年说过这话，是想让他奋勇杀敌。没错，你亲手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本不该萌芽的种子。你登基后，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是拥兵自重的藩王，一个仁善太子，一个善战藩王。朱元璋，这出戏你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又是这套把戏，咱早就说过，儿子多了没一个省心的，个个都盯着咱屁股底下这张龙椅。你登基后，朱高煦倚仗赫赫战功和你的那句许诺，越发骄横，处处与太子作对，甚私自招募兵马，俨然是国中之国。我难道就没管他？管了，你多次训斥他，削减他的兵权，想将他改封到贫瘠之地，可他就是赖在京城不走。你几次3番想对他下重手，可每次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愤懑不平的自己，终究是心软了。糊涂透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你这就是妇人之仁。再要是你早在第2次他有不臣之心时，就一刀了结了他，哪还有后面这么多祸事？朱元璋一行人都神色凝重地看着林北。父皇，他终究是儿臣的亲骨肉啊！亲骨肉，在你心里他是你儿子，在他眼里那张龙椅比你这个爹还亲。后来你的长子朱高炽登基为帝，但他的江山只做了不到1年。这么说，这位仁君也……朱标的眼神暗淡下去，流露出一丝同病相怜的悲戚。没错，和你的命运如出一辙，都是英年早逝。他驾崩后，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你的孙子朱瞻基。这一下，朱高煦便觉得他苦等的时机终于到了。他又动了心思，这回矛头对准了自己的亲侄子。他起兵了，打得起他出号，和你当年几乎一字不差。只可惜他的对手，你的孙子朱瞻基，却远非当年的朱允文可比。朱瞻基御驾亲征，势如破竹，很快便将他这位反叛的亲叔叔擒获。那高煦他最后的下场如何？朱瞻基念在叔侄之情，起初并未痛下杀手，只是将他囚禁起来。谁知有一次朱瞻基前去探视，朱高煦竟突然伸出脚，将这位95之尊狠狠绊倒在地。朱元璋双目圆睁，勃然大怒，一拳砸在柜台上。
这个孽畜死到临头还敢如此放肆！这一跤彻底摔尽了君臣之情，也断送了他最后的一线生机。朱瞻基雷霆震怒，命人用一口300斤重的铜缸将他罩住。可朱高煦天生神力，竟在缸内硬生生将铜缸顶得移动起来。这一下更是激怒了朱瞻基，他下令在铜缸四周堆满炭火，活活炙烤。马皇后不忍再听，痛苦地闭上眼，转过头去。别再说了，求你别再说了。朱棣如遭雷击，面如死灰，喃喃自语地说道：“活活烤死吧！我那个最像我的儿子，就这么报应，这都是我的报应啊！”哼，这就是谋逆的下场，咎由自取。好了，今日的故事到此为止，你们开盲盒的机会也已经用尽。朱元璋深吸一口气，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而执着。彪儿，带上开出的东西，咱们走，明日再来，咱一定要开出救妹子的灵药。是，父皇。一堆金灿灿的元宝被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朱元璋一行人神情肃穆地看着林北。先生，这是今天开盒的银钱，你清点一下。好。朱元璋猛地转身，凌厉的目光射向角落里一个畏缩的身影。允文还杵在那做什么？给咱过来！朱允文浑身一颤，吓得脸色发白。马皇后连忙上前护住他。重八，你小声些，瞧你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将来是要继承大统的皇帝，这一点朕上就腿软了。日后如何替咱掌管万里江山？咱今天就是要他来开这个盒子，咱倒要亲眼看看他究竟有没有那个天子之命。父皇，允文他向来胆小，您别这样逼他。你给咱闭嘴！就是被你这慈父惯成了这副懦弱模样。你看看，哪有半点咱老朱家子孙的骨气？允文，咱只叫你最后一遍，过来，去给你皇奶奶开一副救命的灵药出来。要是开不出来，咱今天就亲手扒了你的皮。好孩子，别怕，你皇爷爷是为我的病心急，不是真的要怪你。去试试吧，无论开出什么，皇奶奶都高兴。去吧，允文，有爹爹在。哟呵。这位就是未来的建文皇帝，果然是文质彬彬，一表人才。朱棣站在一旁，始终一言不发，但他的目光如冰冷的刀锋，在朱允文身上来回剐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审视与轻蔑。就凭他这个连头都不敢抬的懦夫，将来能削了我的藩，还能把我逼到起兵造反的地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少废话，允文，去开盒子。朱允文战战兢兢地挪到柜台前，不敢看任何人。店主，钱货两清，自己去货架上挑一个吧。还愣着干什么？拆盒子！在朱元璋的怒吼声中，朱允文哆哆嗦嗦地伸出手，拿向一个礼物盒。是。开出来了，他竟然真的开出来了。这一刻，朱元璋心中五味杂陈，一丝微弱的希望燃起，因为他们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更多的是如潮水般涌来的失望与怒。未来的大明江山，竟真的要交到这个连站都站不直的孙子手里。宇文，朱标看着儿子，眼神中满是心疼与忧虑。他清楚，从这柄拂尘出现的一刻起，他儿子的命运轨迹便再也无法回头了。居然真让他撞上了大运！难道我朱棣的命将来真要被这么一个懦夫捏在手里？不，绝不可能！我的命只能由我自己做主。这是一把拂尘。道家的器物怎么会是这个混账东西？咱让你开救命的药，你给咱弄个道士的扫帚出来干什么？王爷爷，孙儿不是有意的。咱老朱家的天子从不信鬼神，只信手中的刀。你倒好，给咱请回来一个拂尘，怎么是想让咱的后代子孙都上山去修仙吗？荒唐！冲爸，你别吓唬孩子，开出什么又岂是他能左右的？咱能不气吗？妹子，你瞧瞧他的这副模样，畏畏缩缩，哪有半分人君的气概？咱这铁打的江山交到他手上，不出几年就得让他败个精光。父皇，允文年纪尚小，还小，他都是未来的天子了，咱就是太纵容你们，你这个当爹的难辞其咎。果然是个废物，连开个盒子都开不明白。父皇说的没错，这江山若交给他，不出3年必亡。哟呵。朱元璋，先别急着冲你孙子发火，这东西可不是为他准备的。不是给他的，那是给谁的？这是为你另一位后代准备的，一个比你想象中还要离谱100倍的皇帝。当道士还不够离谱，说咱倒要看看还有哪个不孝子孙能比这更荒唐。你的第11世孙嘉靖皇帝朱厚熜。朱厚熜他又怎么了？他可是你们朱家最顶尖的聪明人之一，一位玩弄权术与股掌之间的大师。只可惜他这份聪明没用在治国安邦上，而是全耗在了修道成仙的虚妄里。修道成仙，正是为了炼丹求药，长生不老。这位嘉靖皇帝可以20多年不临朝，终日把自己关在深宫，与方士为伍，钻研飞升之道。朝堂大事全由大臣们争斗，他则隐于幕后，遥控一切。20多年不上朝，他自己恨不得一天有48个时辰，觉都不敢睡安稳。他的子孙竟然敢20年不上朝，混账！天打雷劈的混账东西！咱披荆斩棘、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是让他躲起来求神拜佛的吗？咱每天从天黑忙到天亮，连口热饭都吃不安生，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指望大明江山千秋万代吗？他倒好，自己当活神仙去了。
他不止自己修，还逼着宫里半夜的宫女不睡觉去给他采集甘露炼丹，无数宫女就这么活活累死病死。最后，一群手无寸铁的宫女被逼上了绝路，趁他熟睡之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要将他活活勒死。勒得好，这种败家子就该千刀万剐，都给咱看清楚了，你们都给咱好好看看，这就是咱的好子孙，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比一个会败家，咱朱元璋一辈子的脸面全被你们这些不孝子孙丢尽了。王爷爷饶命，都是孙儿的错。父皇息怒啊，这毕竟都还未发生。没发生，他开出这把扫帚，就说明咱老朱家的根里已经生了蛆，从里到外都烂透了，指望你们这群废物是没用了，还得靠咱自己。咱今天就不信这个邪，咱亲自来开，非要开出救妹子的药不可。那是一个小巧的木箱，里面刨子、凿子、锯子等工具一应俱全，虽不及巴掌大，却五脏俱全，工艺极为精湛。这又是个什么物件？看上去像是木匠使用的工具。开出此物又是何意？众人面面相觑，满心一动。朱元璋死死地盯着那套小巧的工具，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他的神情茫然到困惑。最后，一股比方才更为猛烈的怒火直冲头顶。这又是什么鬼东西？木匠的家伙，怎么当道士还不够？咱的子孙后代现在改行学做木匠了？老朱，莫急着动气，别小瞧了这套家伙，这可是你另一位天才后代的宝贝。他在木工上的造诣，那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才，咱看是天杀的，放着95之尊的皇帝不当，跑去刨木头，这叫什么天才？说是哪个混账东西干的好事？你的第16世孙天启皇帝朱由校。由校，这孩子他为何会喜欢上做这个？岂止是喜欢，简直是痴迷入魔。这位天启皇帝对木工活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与天赋，亲手制作的木器巧夺天工。他造的折叠床轻便精巧，他雕的木头人眉目传神。更有甚者，他还将亲手打造的器物让太监拿到中外市集去贩卖。什么？他还拿出去卖钱？咱老朱家的颜面真是被这群不孝子孙败得一干二净。他一个皇帝95之尊，整日窝在后宫跟木头打交道，朝廷谁管？国事谁问？哟呵！可问这道关键了，皇帝心于木工，自然无暇理会朝政。不过你放心，有人替他管着呢。谁？是内阁那帮书生吗？不是。莫非是哪个藩王趁机揽权？也不是，替他操持国事的是他最为信赖倚重的大太监魏忠贤。你说什么？我尼玛！太监一个阉人，居然敢代皇帝管朝政，可只是代管。这位天启皇帝做木工活做到兴头上的时候，最烦别人打扰，大臣们有紧急奏报，他都挥挥手说：“你们用心去做，我知道了。”然后把事情全推给魏忠贤处理。久而久之，这魏忠贤的权力比皇帝还大，朝廷内外只知有9000岁，不知有万岁啊！混账东西！咱立国之初就定下铁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咱甚至在宫门口立了铁牌，严明宦官敢干政者斩。咱的子孙是把咱的话当耳旁风了吗？他是瞎了眼吗？父皇息怒，您当兴隆体啊！咱怎么息怒？咱千防万防，就是怕汉唐的宦官之祸在咱大明重演。结果呢，咱的后代亲手把一个阉人扶上了天，咱的江山，咱的百姓就交到了这么一个不阴不阳的东西手上。重八，你别气了，这太荒唐了。一个皇帝竟然能把国之重器托付给一个太监，这朱由校比允文还要荒唐100倍。父皇建立的大明根基，竟是从内部这样一点点烂掉的。烂掉？你说的太对了，这大明的衰败不是从某一个皇帝开始的，从修仙的嘉靖到当木匠的天启，就像一棵大树，看着外面还枝繁叶茂，其实里面早就被蛀空了。修仙的，当木匠的，咱的后代里就没一个正经的吗？咱这江山传到后来，到底成了个什么样子？难道咱从一开始就错了吗？百货店内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别想了，你们还有好几次机会呢。等会开的东西比较多，就先都放这个盒子里面吧。是啊，店主说的对，父皇，我们还有机会。朱元璋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朱允文身上。允文，你还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开盒子！今天要是再开不出救你皇奶奶的药，你就跟那个木匠皇帝一起给咱滚去做木工活。是王爷爷。朱允文颤抖着拆开礼盒，一只栩栩如生的豹子模型滚落出来，与桌上的浮尘、木工相并列，构成一幅荒诞的画面。这是一只豹子，为何又是一只野兽？怎么，咱的后代不做道士，不当木匠，改行去驯兽了？驯兽？老朱，你又把你的后代想得太简单了。说他是个驯兽的，那都是夸他了。你说什么？还有比这更离谱的？当然，这位是你的第10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他可不是养只豹子玩玩那么简单，他直接给自己盖了一座私人行宫，并美其名曰豹房。豹房里面养的都是豹子吗？
非也，那地方名为豹房，实则是皇帝的极乐净土。珍禽异兽固然不少，但更多的是各色美人、乐师，甚至还有从西域请来的高僧陪他寻欢作乐。他吃饭睡觉、处理朝政，一切都在那座豹房里进行。他竟在皇宫大内给自己建了座窑子，他还有没有半点帝王的尊严？咱老朱家的脸都被他丢到哪个阴沟里去了？父皇，这简直是荒谬至极！身为一国之君，怎可如此荒淫无度，治国事于不顾？不，他可没不理朝政，他只是觉得当皇帝没意思，不过瘾，于是给自己封了个官，总督军务，为武大将军总兵官，还特意取了个化名叫朱寿，方便他用大将军的身份在外面为所欲为。给自己封官，这个朱厚照竟将国家社稷当成了自己的玩物，咱迟早要被这群不孝子孙活活气死！他还干过什么混账事？你一五一十的给咱说清楚。那可就说来话长了，比如他闲待在京城太闷，成天琢磨着溜出关外去跟蒙古人打仗，体验一把御驾亲征的快感。满朝文武跪在宫门外以死相见，他就在宫里挖地道，偷偷跑出去。这哪像个皇帝，分明就是个还没长大的顽童。可不是嘛，还真让他带着机会在边关和蒙古小王子打了一仗，虽说稀里糊涂打赢了，可他觉得不过瘾，班师回朝后非要再搞个凯旋大典，命令文武百官出城迎接他这位威武大将军。咱戎马一生，才换来这片江山，咱为子孙后代铺就了一条坦途。他们就是这样肆意挥霍，一个接一个，没一个成器的东西。难道咱从一开始就错了吗？重八，别再想了，别为那些混账东西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是啊，父皇，请您息怒，我们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还有什么机会？咱现在看都不敢看了，咱怕再开出什么荒唐玩意儿，咱这颗心就真要碎成8瓣了。那可不，规矩就是规矩，你们今天的次数还没用完，下一个该你了，朱元璋。朱元璋的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他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礼盒，只觉得那不是希望，而是一个个装着家族耻辱的潘多拉魔盒。冲吧，去吧，开出来是龙是虫，我们都一起扛着。我就不信老朱家就真没一个能顶天立地的争气后生。马皇后的话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朱元璋的血性。他猛地抬起头，眼中布满血丝，仿佛一个输光了一切的赌博。好，咱就再赌一把，咱非要亲眼看看咱老朱家的种是不是真的从里到外都烂透了。朱元璋一把抓过一个礼盒，动作粗暴的撕开，一枚古朴的铜钱落在他的手心。这是一枚铜钱，开出钱来是何意？莫非是讽刺我大明后世，夫道只剩下铜锈了？不对，上面有字。为吾之祖，为吾之祖，这是什么意思？是劝诫后人要知足常乐吗？这又是什么名堂？难不成咱的后代里又出了个不思进取、只图安逸享乐的懒皇帝？桌面上，浮尘、木工箱、豹子模型、铜钱一字排开，无声地诉说着朱家后代的荒唐史。为吾之祖，又一个没出息的废物！咱老朱家的天下，就是要断送在这群只晓得知足常乐的软骨头手里。父皇息怒，或许此物并非此意，说不定是指我大明疆域辽阔，国力鼎盛，令其心生满足。放屁！开疆拓土是君王本分，哪有知足的道理？咱看他就是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庸才。王爷爷，或许这位先祖品性节俭，不喜铺张，以此自勉。节俭？咱要他节俭吗？咱打下的家业还不够他花的。咱朱家何时需要一个靠知足度日的皇帝了？重八，你先冷静下来，听听店主怎么说。东西是他家的，他必然知晓其中含义。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林北一贯戏谑的脸上，此刻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呵，总算出了个像样的了。朱元璋的怒骂声戛然而止，他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北。说什么像样的？就凭这个知足常乐？这枚铜钱代表的是你的第4世孙弘治皇帝朱佑樘。弘治皇帝朱佑樘，父皇，这位君王如何？为何店主会用像样2字来形容他？他啊，没什么惊天动地的爱好，不像他爹那么荒唐，更不像他后面的子孙，一个修仙，一个做木匠。这个人可以说无趣到了极点。无趣？怎么个无趣法？难道是个只知死读书的书呆子？他的日常就是上朝理政、批阅奏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所做的不过是任用贤臣，驱逐奸佞，减免赋税，体恤百姓。他励精图治的18年，史称弘治中兴。他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一个勤勉的明君。林北平淡无奇的几句话，却如同一道道天雷，在朱家众人心中炸射。他们面面相觑，脸上满是震撼与茫然。朱元璋愣在原地，嘴巴微张，眼中的怒火瞬间被巨大的困惑所取代。好皇帝，勤政的明君，就这些，他真没干点别的，比如私下里炼个丹、斗个蛐蛐，或者摆弄点木头。没了，他这人干净的连点像样的污点都找不到，真要鸡蛋里挑骨头。他一生最大的黑料，大概就是他只娶了一个老婆。什么？只娶了一个老婆？桌面上，浮尘、木工箱、豹子模型、铜钱一字排开，构成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朱家后代成果展。
正是如此，这位弘治皇帝一生之中只册立了一位张皇后，后宫再无其他嫔妃。他与皇后同寝同食，形影不离，情深意笃，宛若寻常百姓家的妻夫。所以这为吾知足，并非不思进取，而是说在他心里有皇后一人相伴，便已是此生最大的满足。这孩子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这才是夫妻相守的道理，这才是过日子的本分啊！父皇，这位弘治先祖实乃我朱氏后辈的典范，既是圣明之君，亦是谦君子。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朱元璋嘴上虽是斥责，但任谁都看得出，他紧锁的眉头早已舒展开来。那压抑已久的怒火，此刻已烟消云散，剩下的是他自己不愿承认的欣慰。身为天子，95之尊，后宫仅一人，这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咱老朱家？不过他既能将江山社稷治理得井井有条，也算没给咱这个开国皇帝脸上抹黑。在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暴击之后，这位后代让朱元璋久违的感到一丝振奋，仿佛又找回了些许斗志。下一个，咱今天非要开出能治好妹子病的药不可。朱元璋精神一振，又想去货架上再取一个新的盒子。且慢，你和朱允文今天的机会已经用尽了。什么？用完了？咱这才开了几个？规矩就是规矩，今日只剩下朱棣还有2次机会。刹那间，店内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朱棣，他成了全场最后的希望。老四还愣着做甚？快去给咱开个仙丹出来！儿臣遵命。朱棣拿起礼盒中的东西，一缕奇异的药香瞬间弥漫开来。好香的味道，这是什么仙丹妙药吗？所有人的视线瞬间被吸引，死死地盯住朱棣手中的东西。这难道是药？是能救命的仙丹。店主，你快告诉咱，这到底是不是能救咱妹子的仙丹？一枚丹药，一册书卷，这其中有何玄机？你快说话，这到底是不是？是的。你说什么？我说，恭喜朱棣开出来的正是能根治皇后病体的续命丹，以及与之配套的康复指南。好啊，妹子，你有救了，咱就知道你福泽深厚，定能逢凶化吉。重八，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太好了，母后有救了。四弟，此番你居功至伟，大哥言重，能为母后分忧，是儿臣的本分。好儿子，都是咱的好儿子。老四，你这次立下了天大的功劳，等回了宫，咱一定重重的赏你。谢父皇。来，妹子，快把这仙丹服下，吃了它，你的病就全好了。重八。别急，这轻描淡写的2个字，却如同一盆刺骨的寒冰，瞬间浇熄了全场的火热。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咱把话撂这儿，今天这样，咱妹子吃定了，谁也休想阻拦。我没想拦着，只是作为店家，有义务提醒一句，这药有副作用。副作用？桌面上，拂尘、木工箱、豹子模型、铜钱等一系列荒诞的物品静静陈列。朱棣手拿着最后的希望，恭敬地站在一旁。副作用到底是什么副作用？咱警告你，这要是敢出半点差池，咱不光要拆了你的破店，还要把你挫骨扬灰。重八，别动怒，先听店主把话说完。是啊，父皇，还请店主明示，此丹究竟有何隐患？隐患谈不上，此药效力非凡，能将皇后娘娘体内的病根一扫而空，并弥补她因常年劳碌留下的亏损，药效绝对是立竿见影。那还啰嗦什么？但天下万物皆有代价。代价，此话何解？简单来说，这枚丹药蕴含的生机太过磅礴，在治愈病体后，依旧会有海量的生命力残存于皇后体内。这股多余的生机，总要寻一个宣泄的出口。说人话，到底会怎么样？简而言之，服药之后，皇后娘娘会从此精力旺盛到异于常人。精力异于常人？没错，就是每天都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甚至夜不能寐，总想找点事情来做。若这股精力无处安放，她可能会变得格外热心，比如对宫中用度、人事任免，甚至是朝堂之上的军国大计，都产生浓厚的兴趣。就这，咱还以为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妹子，你听到了吗？这家伙说你以后会变得爱管事。重八，咱的妹子为了咱，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国，操劳了一辈子，咱还嫌他管得不够多呢。从今往后，你想管什么就管，别说这区后宫，就是这整个大明天下，你想管，咱就让你管。这江山本就是咱俩一起从死人堆里挣出来的，分你一半又如何？谁敢多说一句，咱亲自拧断他的脖子。重八，你又在说胡话了。咱没说胡话，妹子，快把药吃了，吃了它，咱俩还要一起好好看着咱这大明的江山千秋万代传下去。马皇后服下丹药后，她原本略显疲惫的姿态一扫而空，双目炯炯有神。这股力量，我感觉身体从未如此轻盈过，那纠缠多年的病痛，竟真的荡然无存了。母后，这真是太好了！好啊，咱的妹子，你没事了。多谢店主出手，救我母后于陈珂。行了，生意做完，药效也见了，今天的开箱次数已经清零，各位可以打道回府，明日再来。走，妹子，咱回宫，咱要让御膳房把天底下最好吃的都给你摆上来。好嘞，重八。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户部今年的账目似乎有些出入，回头我得亲自过问才放心。还有，彪儿的东宫也太简朴了些，有失太子威仪，得添置些像样的器物。对，妹子说的千真万确，都听你的，你觉得该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冲吧！妹子，有咱在，你什么都不用怕，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喂，要秀恩爱，回你们家去！今天的营业时间已经结束了，快把你们开出来的这些宝贝玩意儿都带走。好，听店主的，老四把桌上那些东西都收好，咱今天就先到这，要带你母后回去好生调养，咱们明天再战。是，父皇。店主，那我们明日再会。哈哈哈！店主，咱又来了，你那要当真神效？咱妹子今早竟能陪咱临朝听政了。朝堂上那些个老油条，一见皇后凤驾亲临，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咱看他们往后谁还敢阳奉阴违？冲吧，你小声些，我不过是去旁听一二。瞧你，倒把店主给惊扰了。马皇后的声音洪亮清晰，中气十足，往日的病态已荡然无存。她兴致盎然地环顾着店里新奇的陈设，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哟，老朱，看你这红光满面的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又荡平了哪个不臣之国呢。哼，这可比打下10座城池还让咱痛快。少说废话，今日的盲盒在哪？咱今日龙马精神，必能再开出一件旷世奇珍。一艘船，这是何意？咱又不靠打鱼为生，莫非咱的后辈里出了个向往大海的？向往大海的倒是有，可惜与这艘船并无干系。这艘船象征着一个被你亲手终结的伟大时代。什么叫咱亲手终结的时代？你把话给咱说清楚。老朱，你可知道，在你们这个年代，那片无垠大海的另一边是何等光景？另一边不就是些未开化的蛮夷邦国和一群四处劫掠的倭寇吗？大错特错！就在你们固守着黄土，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争得你死我活时，大海彼岸的人已经建造出比这模型大上100倍的巨舰，去丈量这个世界的辽阔了。他们发现了你们闻所未闻的新大陆，攫取了堆积如山的金银，组建了横行四海的无敌舰队。而你做了什么？咱颁布海禁，咱那是为防倭寇之患，断绝奸商通敌之路，是为了咱大明江山的万世太平，何错之有？太平？你管这叫太平？你以为锁上国门便能高枕无忧，却不知当你们沉睡时，整个世界都在狂奔。你斩断的不是倭寇的补给，而是你大明子孙的眼界与财路。店主，您的意思是父皇所推行的海禁国策是错的？不是错的，是错到离谱。一派胡言，没有海贸，咱大明照样是天朝上国，咱的江山根基在农在土，这才是立国之本。黄土，那黄土能给你什么？1年2季的粮食，填饱肚子，也就仅此而已。然后呢？可大海呢？大海能给你堆积如山的金银，能给你亩产1000斤的奇珍异种，更能给你一片比中原更广阔的疆土。你为了防备几个跳梁小丑，就亲手关上了通往宝库的大门。你知道后世如何评价你的这个决策吗？他们如何评说？他们说这是中华历史上最愚蠢、最短视的禁令。你这位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亲手为后世几百年的落后与挨打埋下了最深的祸根。当你们闭关锁国，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时，别人正在扬帆起航，征服世界，此消彼长，结局用脚想都知道。朱棣眼中闪烁着灼热的光芒，仿佛有无数艘巨舰正乘风破浪，在他的瞳孔中航向未知的世界。店主所言是指我大明应当鼓励通商，派遣舰队远航，将那海外的财富、土地尽数纳入我大明版图。征服与否，那是你们皇帝的事，但关起门来做梦，无异于自缚手脚，自戳双目。一个又聋又瞎的巨人，哪怕身形再庞大，也终究会被一群灵活的矮子活活耗死。真的错了吗？为了防几个毛贼，咱就放弃了整片汪洋，咱引以为傲的国策，在后人眼中竟是祸国殃民的根源。朱元璋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一生杀伐决断，自信不疑，这是头一次，他对自己的千秋功业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动摇。整个百货店的气氛都因他的沉默而变得凝重如铁。冲吧！别钻牛角尖了，是非功过哪是3言2语能说清的？此事关乎国本，我们回去再仔细斟酌。眼下还是先看看下一个盒子吧。咱今日心乱如麻，云文，你来吧。是，王爷爷。一座残破的城池模型被放在桌上，与之前的小船并列。这是何物？一座残破的城池模型，真触眉头。今日开出的怎么都是些不祥之物？然而林北的脸色却变得异常凝重，他盯着那座破败的城堡模型，声音也随之沉了下去。残破的城池，不，这叫土木堡。它并非不祥之物，而是你大明王朝无法洗刷的耻辱。朱元璋双拳紧握，指节发白，一股帝王的威压瞬间弥漫开来。你胡说什么？耻辱？咱大明的耻辱？你给咱解释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老朱，冷静点，它并非一件物品，而是一个地名，一个让你们朱家颜面扫地，几乎导致江山易主的地方。
江山易主，咱大明如今国富民强，兵锋正盛，怎会到那般田地？你休要在此危言耸听。店主，还请明示，土木铺究竟发生了何事？这件事要从你的一个玄孙说起，他叫朱祁镇，也是一位坐拥天下的皇帝。又是皇帝，咱的这些后世之君就没一个能让咱安心的吗？他又做了什么荒唐事？他干的事其破坏力比你之前听过的所有奇葩皇帝加起来还要惊人。他受一个宦官的蛊惑，头脑一热，便决定亲率大军北上征讨瓦剌。御驾亲征，此乃国之大事，筹备了多久？粮草辎重是否充足？可曾探明敌军的虚实？你的问题切中要害，他几乎毫无准备，那是一场极其仓促的远征，50万的兵马就这么草率的开拔出京。至于敌军的兵力位置，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这太荒谬了！身为帝王，怎能如此轻率？这简直是拿江山社稷与将士们的性命打儿戏。50万大军，他带了50万兵马，那瓦剌出动了多少人马？2万。你说多少？朱元璋以为自己听错了，店内众人也全都呆立当场。50万对阵2万，这是一场实力悬殊到毫无悬念的对决。50万对2万，那咱的玄孙想必是把瓦剌夷为平地，大获全胜了吧？事实与你所想的截然相反，你那50万大军就在这个叫土木堡的地方被区区2万骑兵杀得丢盔弃甲，全线崩溃。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胡说八道，这怎么可能？50万大军，就算那是50万头猪，任凭瓦剌人去抓，一天一夜也抓不完，如何会全军覆没？重八，你先别动怒，听店主把话说完。具体的伤亡数字我无法告知，但我能告诉你，你大明赖以自豪的经营精锐，数十位开国功勋的后代，以及上百名朝廷重臣，都在此战中被一网打尽，尸骨堆积如山，血染疆场。50万对2万，竟能愚蠢到打出如此离奇的败仗？愚蠢，用愚蠢来形容都太抬举他了。你那位好玄孙，先是毫无目的的带着军队在外游荡，搞得3军将士疲惫不堪。撤军途中，又为了等待一个太拿件自己私人物品，命令全军在无险可守的土木堡就地驻扎。结果瓦剌骑兵一到，轻而易举的切断了水源，再将他们团团围住，50万大军就这样成了待宰的羔羊。又是这帮阉人，咱防了一辈子，杀了一辈子，到头来后世子孙还是栽在了他们手上。那皇上呢？朱祁镇他结局如何？他的结局与那几十万将士不同，他没有战死沙场，而是被俘了。你说什么？我再说一遍，大明的皇帝，你们朱家的天子，成了瓦剌人的战利品，被他们抓走了。老朱，这可是你大明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也是数百年来中原王朝闻所未闻的笑柄。天朝皇帝沦为了草原部落的阶下之囚。朱元璋听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嘴唇颤抖，失神地重复着：被抓走了，咱的后代当了俘虏。重八，你别吓我。父皇，我爷爷，咱撑得住。朱祁镇这个不孝子孙，咱若能活到他那个时代，定要亲手扒了他的皮，将他挫骨扬灰。这江山社稷，岂是他可以随意挥霍的玩意儿？朱允文拘谨地站在马皇后和朱元璋之间，周遭的空气因帝王的怒火而凝固。俘虏，天子竟然成了俘虏！咱朱家的颜面、大明的国威都被这个逆子败坏得一干二净，咱恨不能亲手将他碎尸万段。朱元璋的声音因极度的愤怒而显得沙哑，他指着那座破败的城堡模型，手指不住地颤抖，整个人就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重八，你先平息怒火，别伤了龙体。此事尚未铸成，你何苦跟未来的事较劲，气坏了自己？咱怎能不气？50万精兵被2万敌寇打得溃不成军，连皇帝都被人掳走，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儿。他这是将咱用命换来的江山当成他自己的儿戏了。父皇息怒，您的身体才是第一位的，别为这等不孝子孙伤了自己，实在不值。父皇，大哥所言极是，此等败绩简直骇人听闻，是我朝奇耻大辱，但突然动怒已于事无补。咱迟早要被这群混账东西给活活气死，难道咱的后人里就真的没有一个成器的吗？会有的，一定会的。重八，你先缓口气，今日不是还有一次机会吗？让允文去开，或许能开出什么好兆头。马皇后一边轻声安抚朱元璋，一边向朱允文递去一个眼神。朱允文在一旁早已吓得面无人色，他既畏惧祖父的雷霆之怒，又对那未知的盒子充满了深深的恐惧。皇后娘娘所言甚是，老朱，你先消消气，看看下一个吧，说不定里头藏着什么意想不到的转机呢。我爷爷，孙儿，去，你接着开，咱今天倒要瞧瞧，你这一脉究竟还能给咱开出什么样的惊喜来。是。
朱允文颤抖着手打开礼物盒，从中取出一个精致的陶罐。这是一个罐子，看这样式，莫非是用来养蛐蛐的豆罐？弄个虫罐出来做甚？难道咱的后人里还有以斗蛐蛐为生的市井无赖不成？老朱，你这次倒猜了个8、9不离10，这东西确实与你的一个重孙有关，而且他也做过那把龙椅。又是皇帝，叫什么？天下那么多正经事他不干，偏要去斗蛐蛐，真是沉溺玩乐，荒废了志向。他名讳朱瞻基，是你的重孙。至于他的爱好，世人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促织天子。促织就区的不是区别称。促织天子，咱在前线浴血奋战，尸山血海里才拼下这份基业。咱的子孙当了皇帝，不思励精图治，不图开疆拓土，反倒在宫里玩虫子，还得了这么个名号，这算什么光彩？简直是奇耻大辱！贵为天子，却沉迷这种微末小计，有损君王威仪。若能将这份精力用于国事，我大明何愁不能更加强盛？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你这位重孙朱瞻基在治理江山社稷上，倒确有建树。他与他父亲朱高炽在位期间，开创了你们大明朝难得的太平盛世，史称仁宣之治，国泰民安，吏治清明。仁宣之治，如此说来，瞻基实乃一代明君。那他喜爱斗蛐蛐，或许只是个人闲暇时的小爱好，算不得什么弥天大过吧。朱标试图为这位素未谋面的后辈开脱，希望能让父亲的怒气稍减。爱好本身虽小，可一旦沾上天子二字，掀起的波澜就小不了了。正因天子好这一口，从王公大臣到贩夫走卒，全都为之疯狂。一只品相上佳的蛐蛐，市价能炒到比一头壮牛还高，不知多少家庭为此倾家荡产。你说这过错还小吗？哼，罪魁祸首就是他。身为一国之君，不琢磨着强国富民，反倒当起了天底下最大的蛐蛐头子。咱早晚要被这群不孝子孙活活气死，真是一个赛一个的丢人现眼。咱的大明难道真要断送在这些玩虫子的、当俘虏的败家子手里吗？朱允文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咱就不信，一个当了阶下囚，一个成了斗蛐蛐的，难道咱朱家的后代里就全是这等货色？重爸，你先顺气，这些事毕竟还未发生，可别把自己的龙体气坏了。父皇，您乃万金之躯，怎可为这些未出世的不孝子孙动如此大的肝火？我们尚有机会，一切都还来得及。父皇，母后与大哥言之有理，切莫气坏了身子。什么机会？他已经开了2样，一件比一件触眉头。咱看着孩子手气不行，专挑些让咱朱家蒙羞的东西。国爷爷，孙儿真的不是有意的。老朱，你急什么？你自己和朱棣不都还有机会吗？要不你亲自来试试？咱自己来就自己来，咱倒要看看，凭咱亲手打下的江山气运，还能开出什么混账玩意儿来？朱元璋怒气冲冲地撕开一个礼物盒，只见光芒一闪，一卷打了死结的麻绳落在他手中。他疑惑地端详着这根粗糙的绳子，打了结的绳索，这是何意？绳子，一根破绳子。店主，你给咱说个明白，这又是什么名堂？咱花了钱，你就给咱看这个，这破绳子是能吃还是能用？难不成是想让咱用它了结自己吗？老朱，息怒，你还真猜中了一半。什么意思？这根绳索的确是用来寻短见的，而用它的人也是一位皇帝。又是一个皇帝，咱的后人里竟还有被逼到悬梁自尽的。店主，你把话说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哪个皇帝会落到如此凄惨的下场？此人名为朱由检，年号崇祯，算来是你的11世孙。崇祯，朱由检，他是个怎样的君主？是不是也和先前那几个一样，昏庸无能，以致断送了江山社稷？事实与你所想的截然相反，他或许是你所有后代里最像你的一位。他每日凌晨便起，处理堆积如山的奏章，直至深夜。他厉行节俭，连自己身上的龙袍破了都只是打上补丁。他戒绝酒色，身边没有任何祸乱朝纲的奸佞之臣。可以说，他比你听闻过的大多数明朝皇帝都要勤勉，都要自律。勤政节俭，这分明是个好皇帝。咱的后辈里总算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君王，可他为何会落得那般下场？因为他从父兄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早已千疮百孔，从根基就已腐朽的王朝。你的意思是，他最终还是亡国了？是的，在他登基的第17个年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了北京城。这计倾覆之际，他命人敲响景阳钟，召集百官议事，结果空无一人应答。他身边只剩下一个忠心的太监，君臣2人踉跄着登上皇城后的煤山。随后，他用这根绳子在一棵歪脖子树下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就这样悬挂在都城的最高点，俯瞰着他拼尽全力却无力回天的万里江山。殿内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寂，朱元璋的嘴唇不住的颤抖，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一个勤勉克己，如此像他的后代，结局竟是这般凄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他至少用性命捍卫了帝王的最后一份尊严。尊严嘛，或许吧。他赴死前留下了一道血书。
他写了什么？他写道：朕自登基17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阵师，误伤百姓一人。那最后一句任贼分裂阵师，误伤百姓一人，每一个字都像千斤重担，沉沉地压在了朱元璋的心头。老朱，你听见了吗？你的这个后代，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祈求让敌人去撕裂他的身体，只求他们不要伤害城中任何一个无辜的百姓。大明，咱的大明没了。是咱的过错，全都是咱的过错。大明亡了，是咱亲手为他掘下的坟墓啊！此刻，他不再是那位威震天下、杀伐决断的洪武大帝，仅仅是一个目睹自己毕生心血在未来化为乌有的无助老人。他的哭嚎里满是悔恨与绝望。父皇，您这是何苦？这不过是某一位后辈的结局。我大明国运悠长，怎可能就此终结？您切莫钻了牛角尖。一位，你告诉咱，这仅仅只是一位吗？一个痴迷丹道、20多年不临朝堂的崇霸，一个醉心木工，将江山社稷拱手让与阉宦的父皇，殿主也说了，他接手时，国家早已是积重难返。积重难返，这烂摊子是谁留给他的？还不是他那群不成器的祖宗，一个接一个的把家业都给掏空了。可要追究根源，这腐烂的根子是咱亲手种下的。父皇，您怎能如此说？您居住蒙元，光复河山，为我大明开创万世太平之基业，您是千古一帝，怎可能是您埋下的祸根？就是咱根子就在咱身上，咱自作聪明，为后世定下了一整套的法度。咱担心武将拥兵自重，便极力推崇文官；咱害怕文臣结党营私，便动用场卫监视他们，让他们彼此猜忌。咱畏惧藩王势力做大，便把他们当作猪一样圈养起来。可结果又如何？他临死前说都是臣子耽误了他，可那些误国的臣子，不正是咱这套法度养出来的吗？他死前说没脸面去见地下的祖宗，咱又有何脸面去见他？咱才是那个罪魁祸首啊！崇霸，你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我听着心都要碎了。老朱，你总算是想通这一层了。问你妈！你一早就清楚这一切，对不对？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咱像个小丑一样，时而为江山自豪，时而为后辈恼怒，你是不是一直在心里嘲笑咱？你的骄傲源于你亲手打下了这片江山，你的愤怒源于你的子孙未能守住这份基业。但你有没有想过，从你亲手搭建起这套制度的基石，那一刻起，最终的结局便已写好。此话何意？你打造了一个权力完全基于君主一人的帝国，皇帝是唯一的支点，所有权柄都系于他一身。这套设计在你手中能发挥出惊人的，因为你是开国之效能之君，你的威望、能力和心力都足以驾驭他。可是你能确保你的每一个子孙都和你一样英明神武、精力过人吗？林北的话如同重锤，让陷入癫狂的朱元璋瞬间怔住了。只要出现一个庸常怠惰，哪怕只是稍微软弱一点的君主，这套权力系统就会立刻崩溃，权力会失控，会旁落，会被你最警惕的文官集团和宦官势力所侵吞。因为在这套结构里，除了皇帝，就属他们离权力的核心最近。可是历朝历代，君主集权不都是如此吗？你的父皇把丞相之位都给废黜了，将所有的权力都揽于己身，这就注定了皇帝必须亲自处理堆积如山的政务。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日夜不休的大总管，他自己能干，不代表他的后代也愿意干，干得动。咱废除丞相是为了杜绝权臣篡逆的祸根，咱有什么过错？你的初衷没错，但你过高的估计了后世子孙的才能与德行，同时也低估了人性的弱点。你锻造了一柄天下间最锐利的宝剑，然后交给你后代的子孙，告诉他们必须时刻紧握剑柄，分秒不能松懈。可总会有人感到疲惫，总会有人想要松手，甚至会被这柄剑反伤自身。崇祯就是那个到死也不愿松手，拼尽全力想要握住这柄剑的人。只可惜他接手时，这柄剑早已锈蚀不堪，而承载他的剑鞘早已从内到外腐朽不堪。他越是用力去挥舞，这个腐朽的体系就崩溃得越快。是咱错了，咱从根子上就错了，错得彻头彻尾。桌上摆放着船、土木堡模型、陶罐和绳子，每一件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是咱的罪过，全是咱的罪过啊！咱亲手打下的大明就这么断送了，咱的后人一个那么好的孩子，勤政爱民，却落得个孤身上吊的结局。崇巴，你可别再这样了，你这是要让我的心也跟着你碎掉吗？事情还没到那一步，你看看你如今这副模样，哪里还有半点开国君主的雄风？你要是先倒下了，大明才叫真的完了。国爷爷，您一定要保重龙体呀！
父皇，母后所言极是，您是我大明的擎天之柱，若为尚未发生的未来就伤心至此，那我们这些做儿臣的该如何自处？天下的黎民又该指望谁？父皇，崇祯皇帝虽是亡国之君，但他死的有帝王的骨气，他无颜面对祖宗，却无愧于天下苍生。我们如今洞悉了未来，不正是为了扭转乾坤，避免重蹈他的覆辙吗？朱棣的话如同一记重锤，砸醒了沉浸在悲痛中的朱元璋。他浑浊的双眼猛地恢复了神采，一丝凶狠的杀气重新燃起。老四说的没错，咱还没死，大明也还没亡，咱一个讨饭的出身，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做这个龙，难道还能为一个没发生的将来给吓破了胆？既然知道了病因所在，咱就要亲手把这毒疮烂肉给它剜出来。店主，你说了这么多，一定有挽救的法子，对不对？只要能保住咱的大明，别说是皇宫，就是要咱这条命，咱也给。办法自然是有的，而且不止一种，就看你这位洪武大帝给不给得起了。这里面有高产作物的种子，1亩地的收成能顶得上你在几十亩。你现只要他们在大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再无饥荒，百姓再不受饿殍之苦。再比如这套全新的炼钢工艺，一日天下就产出的金刚，比你现在一整年练出来的还要多，让你麾下的将士人人都披上肩甲，手持利刃，横扫漠北，再无敌手。又或者这本叫做《现代经济原理》的书，它能让你的国库充盈，银子多到用不完，从此再也不必为军饷赈灾而发愁。每一句话都像一道天雷劈在朱元璋的心头。他从未想象过的如此强盛到极致的大明盛世画卷。我操！这些东西当真存在？父皇，倘若真有这些宝物，我大明江山何愁不能万世永固？太好了，快把这些都给咱包起来，一样来1份，不来10份。咱要把那玉米、土豆种遍大明的每一寸土地，咱要让咱的军队所向披靡。且慢，老朱，别高兴得太早，谁说这些是要卖给你的？什么？你不卖，你开门迎客，有钱不赚，莫不是傻了？本店的规矩，我第一天就跟你讲明白了。我这里只开盲盒，未来从来不是明码标价的货物。想要改变它，就得靠你们自己的运气去争取。又是运气，咱的运气都开出了些什么鬼东西？一个当了阶下囚，一个成了斗蛐蛐的，还有一个直接上吊了。就算把咱的运气都耗光，也摸不出一个好宝贝来。你分明是在耍弄咱。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被一盆冷水彻底浇灭，朱元璋气得吹胡子瞪眼，只剩下满腔的愤怒和不甘。哟呵！用寻常的法子自然是没戏，不过嘛，看在你哭得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倒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别的路。您就别绕弯子了，有什么办法就快说吧。你们可以试试定制盲盒。定制？此话怎讲？定制盲盒那是什么玩意儿？你给咱说明白，是不是说咱想要什么，你这盒子里就能变出什么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们可以对着盲盒许下心愿，为它设定一个大致的方向。方向？没错，就是方向。譬如说，你们眼下最忧心的是天下百姓食不果腹，随时可能因饥饿而揭竿而起，那你们就可以许愿，让盲盒指向农这个方向。指向农，店主的意思是，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些高产作物的种子。正是如此一来，开出的东西便会与农息息相关，可能是那些能让亩产翻上数番的土豆、玉米，也可能是更省力的犁具，甚至是一本教你们如何与天争良的农学宝典，皆有可能。同理，若你们指定军开出的或许是炼钢之法，又或是火器图纸；若指定经开出的或许就是解你大明财政之困的良方。哇哦！竟有此等好事，那还犹豫什么？给咱来3个，农业、军事、经济，咱全都要，快给咱都定制了。父皇，若真能如此，我大明革除陈疴，再造盛世，指日可待。讲的倒挺美，老朱，你是不是忘了我这里的规矩？这世上可没有白吃的午饭。什么意思？难道要银子？你尽管开口，只要能救咱的大明，别说国库，就是把咱的皇宫拆了卖了，咱也愿意。钱在我这里，钱才是最无用的东西。想要走定制这条捷径，就要付出走捷径的代价。代价究竟是什么代价？您就快别绕弯子了。代价是开盒之人的气运。气运，普通的盲盒动用的是你们整个朱明王朝的技术，是撒网捕鱼，捞到什么全看天意。但这定制盲盒是强行扭转未来的走向，它消耗的是开盒者本人海量的个人气运。消耗咱个人的气运，那又会如何？说的直白点，就是拿开盒人自己的命数去赌。你们若是气运鼎盛，赌赢了，自然心想事成，神物到手；可要是气运不足，赌输了嘛，轻则大伤了元气，从此病魔缠身；要使罔效，重则折损阳寿，当场暴毙，也并非没有先例。暴毙！父皇，万使不得，此法与搏命无异，风险太大了。您是万金之躯，是我大明的定海神针，怎能亲身涉此奇险？大哥言之有理，父皇，您绝不能去。咱不去，那让谁去？让允文去吗？他还只是个孩子，咱这条命是捡来的，是从尸山血海里挣出来的，多活1天便算多赚1天。但彪儿是太子，是咱倾注了所有心血的继承人。老四他虽有野心，可终究是咱的骨肉，咱怎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赴死？活爷爷，孙儿愿意一试。你不行，我来。
老四，你是不是疯魔了？你难道没听见店家说这会死人的吗？四弟，切莫意气用事，我们再商议一下，一定还有别的出路。没有别的出路了，大哥、父皇、母后，你们难道还看不清吗？我大明已是沉疴遍体，再不痛下针砭，便唯有坐以待毙，崇祯皇帝吊死梅山的景象，你们都忘了吗？老四，可。朱棣推开马皇后的手，直挺挺地跪在朱元璋面前，目光灼灼，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决绝。父皇乃九五之尊，维系天下安危，不容有半点闪失。大哥是国之储君，大明未来的江山社稷还需他来掌舵，更不能冒险。永恩年纪尚幼，他的那点气宇恐怕还不足以撼动未来，所以这个险只有我能去冒，也理应我来冒。更何况在店主所说的另一条未来里，我朱棣本就是个谋朝篡位的罪人，这条命本就亏欠着朱家，亏欠着大明，如今能用它为江山社稷赌一个千秋基业，死而无憾。四弟，老四。朱元璋看着面前的朱棣，内心五味杂陈。咱这一生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也未曾眨过一下眼。可现在看着儿子决意为咱去拼命，咱这心头为何像是被刀子剜着一般疼？咱宁可自己去死，可咱是皇帝，咱不能倒。父皇，大哥，不必再劝。况且今日只剩下我还有2次开河的机会了。店主，我要定制。你可想清楚了，一旦开始，可就无法反悔了。你打算定制哪个方向？就从最根本的开始，农业，国之根本在于民，而民之根本在于食。我要让我大明的子民从此再无饿腹之忧。船、土木堡、陶罐和绳子这4件代表着屈辱未来的物件静静伫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棣手中的盲盒发出刺眼的电光，他额头上的汗水如雨点般滚落。四弟，你的脸色。四叔，您在流好多的汗。老四，给咱挺住！你是咱朱元璋的儿子，是曾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燕王，这点苦头算得了什么？给咱咬紧牙关扛过去！强行扭转国运，这代价果然不菲。你这个儿子的气运倒是雄浑，若是换成你那宝贝皇孙朱允文，此刻恐怕早就魂飞魄散了。店主，求您想个办法停下，我四弟快撑不住了。停下，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停手，他立刻就会暴毙当场，而且气运白白消耗，东西拿不到，人也救不回来，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能不能成，就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朱元璋望着痛苦的朱棣，眼神中再无半分偏见，只剩下揪心的疼爱与无力。老四，坚持住，你一定要给咱坚持住！你是咱的儿子，你一定可以的。四弟，撑住啊！四叔，加油！我的了，我的四郎，你千万不能有事。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拉长，朱元璋的嘶吼，马皇后的哭泣，朱标的担忧，朱允文的呐喊，都无法阻止朱棣身上生命气息的流逝。但在他几近涣散的意识深处，只有一个念头在熊熊燃烧：为了大明，为了父皇母后，为了大哥，这一切都值了！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开出来！随着一阵强光，盲盒迸发的电光骤然收敛，3本厚重的书册从消散的光芒中浮现，落在朱棣怀中。这是何物？恭喜各位，这场豪赌你们赢了。这3本书分别是《土豆高产栽培技术详解》、《玉米种植与推广手册》以及《红薯的科学种植与贮藏方法》。土豆、玉米、红薯，就是你之前所说那些亩产数千斤的祥瑞之物。正是，你们之前开出的红薯仅仅是种子，而这几本手册详尽地记录了这些作物从择种、育苗、栽种、施肥、除虫，直至最终如何采收与贮藏的全过程。就以这土豆为例，书中说的一清二楚，它适应力极强，耐寒耐旱，不择土质，山地坡地皆能生长，亩产可达3000斤以上。有了这些，你们大明天下将再无饿殍。朱元璋看着书页上的字样，仿佛化作金光，灼痛了他的双眼。好啊，太好了！彪儿、妹子，你们都看见了吗？咱大明的百姓有救了，咱的江山稳固了。老四，我的好孩儿，你受苦了。母后，儿臣无事，只要能为大明换来一线生机，儿臣这点苦楚不值一提。四叔，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没错，老四是咱的好儿子，是咱大明的第一功臣。回宫之后，咱要重重有赏。彪儿，回去即刻命工部召集能工巧匠，将这3本书给咱不分昼夜的刊刻出来，先印它10万册，颁行天下，送到大明每一个府县村。咱要让所有农户都晓得如何种植这些神物。是，父皇，儿臣遵旨。咱还要在应天府外划出1000亩良田，作为官办试验田，咱要亲自下地耕种，让天下人都亲眼看看这东西是不是真能亩产数千斤。父皇，老四，你别开口，快些休息。回宫后，咱让太医用最好的药材为你调理身子。朱棣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他的目光越过激动不已的家人，直直看向一旁悠然自得的林伟。那张苍白的脸上，竟再度燃起了那股悍不畏死的决绝。不，父皇，店主，我还有一次机会，再来一次。朱棣的身躯摇摇欲坠，冷汗浸透了背脊，脸色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老四，你是疯了吗？你这是不要命了！四弟，莫说胡话，看看你如今的模样，已是油尽灯枯，再来一次，神仙也救不了你。
逆子，咱的话你当成耳旁风了，咱让你歇息，你听不见吗？你是非要跟咱对着干，想活活气死咱，好让你大哥安安稳稳的继承江山不成？父皇，儿臣万万不改。但是父皇大哥，你们真的以为单凭这几本书解决了温饱，我大明便可从此高枕无忧了吗？那土木铺50万将士的白骨，你们忘了吗？崇祯皇帝血染眉山，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殉国，那样的绝境，你们忘了吗？可那也非一日之功。四弟，你先把身子养好，我们再徐图良策。没有时间了，大哥，我大明已病入膏肓，再不用雷霆手段，就只有坐以待毙一条路。如今侥幸觅的这逆转乾坤的良机，岂能浅尝辄止？我在另一条命数里本就是个该死的篡位逆贼，能用这条贱命为大明江山换一个万世太平的可能，死得其所。你朱元璋想怒斥，可话到嘴边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看着儿子那张毫无血色的脸，看着那双燃着烈火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这个他处处提防的儿子，此刻却成了整个大明王朝最决绝的赌徒。父皇，儿臣尚有最后一次机会，赌赢了，大明便多一分生机；赌输了，折损的不过是儿臣一人。这笔买卖无论怎么样都无比划算。店主，我要再开一次定制。哟呵。哦，还真有不惜命的，想清楚了，这次又打算指向何方？是军还是京？这一次我哪个都不选，那些只是枝叶，我要看根本，看看我们家之外的事。我大明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究竟处在何等位置？我要选天下，我确定。好，有魄力，那就开始吧。朱棣在选择了天下之后，整个人眼冒金星，耳边是震耳欲聋的轰鸣，生命力如开闸洪水般倾泻而出。终于光芒散去，他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朱标一个箭步冲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朱棣。四弟，四叔，老四，你感觉怎么样？你别下幕后，快传太医！朱元璋一把拉住方寸大乱的马皇后，妹子，冷静些，这里没有太医，你快看，那是什么？众人的目光被吸引到桌上，那里没有出现金银财宝，也没有出现神兵利器，只有一个古朴的卷轴静静躺着。还愣着做什么？把桌子清空，你们的天下到了。朱标手忙脚乱地将桌上的船、土木宝等物件扫到一旁，那卷轴仿佛有生命般自动展开，一张巨大、精密、色彩斑斓的鱼图瞬间铺满了整个桌面，上面绘制着前所未见的陆地与海洋。这不可能！咱的大明疆域为何只有这么一小块？涂上这些从未听闻的蛮荒之地，又是从何而来？荒蛮之地，老朱，收起你那套天朝上国的说辞吧，这才是你们脚下这颗星辰球的真样貌。看到这片土地了吗？你们可以称之为美洲，那里有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富，遍地是金矿银矿。金山银山，当真有那种地方？王爷爷，既然我们知道了，那派船队过去，把那些金银全都运回来不就行了？想得真美！你们看上了别人的宝藏，难道别人对你们的丝绸、瓷器和富庶的土地无动于衷吗？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场游戏的规则可不是只有你们能当猎人。你们打开的不是宝藏，而是一个全新的、更加危险的时代。大明的麻烦现在才算真正拉开序幕。店主，您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终有一天也会是大明？不必等终有一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你们以为从美洲来的白银是如何流入大明国库的？靠的是贸易。再过100-200年，等到你们的经济被这白银的洪流彻底冲垮，物价高到百姓买不起一粒米时，你们才会明白，这银子是穿肠的毒药。毒药，咱过去下令禁海，只为防着沿海的倭寇和张士诚的残党。现在听来，咱的眼光何其短浅，真正的对手根本不是那几个跳梁小丑，而是咱从未见过的整个世界。冲吧！你先别自己吓自己，店主说的毕竟都是未来的事。妹子，老四他几乎是拿命在为咱大明换取生机，可他带回来的是什么消息？是告诉咱过去的法子全都错了，咱防备的那些对手不过是选阶之计，真正能要咱大明性命的危机一直藏在咱的眼皮子底下。父皇，店主所言不虚，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以为锁上国门便可安享太平。当我们还在为这把龙椅斗得头破血流时，外面的人早已扬帆远航，开拓世界了。不，咱偏不信这个邪。咱朱元璋从一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步步从死人堆里爬到今天的位置。咱能从蒙元铁蹄下夺回汉家江山，还会怕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未来吗？父皇，既然找到了病根，那就没有不治的道理。既然知道了门外有狼，那咱就得养出比狼更凶的猎犬。彪儿、老四，你们都给咱听好了，从今往后，咱不光要让天下百姓有饭吃，不光要肃清吏治，咱还要造船，造出这个世上最大、最快、最坚固的船。咱要组建一支举世无双的船队。冲吧！你这是要做什么？难道你也想兴兵远征海外吗？不，至少眼下还不是时候。这支船队，咱给它取个名字，就叫火种。火种。
没错，就叫火种。咱要派他去这舆图上的每一个未知之地，去带回他们的物产、他们的记忆、他们的兵甲利器。咱要知道，这普天之下究竟有多少邦国，孰强孰弱，是有是敌。万一，咱是说万一，大明真有走到崇祯那一步的一天，这支船队就是咱朱家最后的生路，是咱华夏文脉最后的希望。他们将带着咱的血脉，带着百工技艺、万卷经书，去往任何一片可以存续的土地。国爷爷，您想得真远。父皇深谋远虑，儿臣万分钦佩。钦佩有什么用？这件天大的事，谁去做？朱元璋的目光从太子朱标的脸上一看，太子是国本，不可轻动，又略过了尚且年幼的朱允文，皇孙稚嫩，难堪大任。父皇，儿臣愿意前往。一瞬间，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了朱棣身上，空气仿佛凝固了。老四，你疯了不成？你现在这身子骨，还谈什么远航出海？母后，儿臣的身体调养便可恢复，但大明的时机一旦错失，便永不复返。父皇，大哥身系储君之位，理应坐镇京师，为君分忧，推行国策。允恩年纪尚幼，也需留在京中接受教导，能够担起此任，远航万里，开拓未知者，唯有儿臣。儿臣甘愿远离中原，为我大明，为我朱家，去寻那条活路，去做那火种的直具之人。看来人选已经定下了。朱元璋注视着朱棣，他看着那张苍白但决绝的脸，看着那双仿佛能点燃整片海洋的眼眸，这个他始终猜忌，甚至一度想要铲除的儿子，此刻却再一次将整个王朝的未来扛在了自己的肩头。老四，你当真放下了？父皇，儿臣想请教您一件事，倘若这间屋子已燃起大火，眼看就要坍塌，您是会先考虑如何救火，保全所有人的性命，还是会先想屋里那张椅子该由谁来坐？朱元璋沉默不语，但眼神却有了细微的波动。直到今日之前，儿臣的心思的确都在那张宝座上，儿臣心中不平，不甘大哥生来便是储君，不甘允文一个晚辈能够继承大统，儿臣自负战功赫赫，才能着住那张椅子，理应是儿臣的。老四，可是现在店主让我看清了，我们所争所抢的不过是一座早已千疮百孔，随时会被烈焰吞噬的危房。还有这地图之外，我们未曾目睹的滔天大火，火势已烧至眉睫，我们还在为了一张椅子内斗，这究竟有何意义？父皇，大哥，儿臣想通了，与其在京城里为了那把龙椅同大哥于允文拼个你死我活，最终背上篡位者的骂名，儿臣宁愿手持利刃去外面为我大明，为我朱家拼杀出一条生路。父皇，儿臣深信四弟此言乃肺腑之言，当今大明内忧外患，正是我等兄弟齐心共克时艰的时刻。让四弟去组建船队，开拓万里海疆，不仅是为大明江山社稷着想，更是为他自己寻到了一条最合适的道路。好，咱便信你这一回。咱远了，从即刻起，你便是咱大明火种舰队的唯一统帅。咱给你银子，给你兵马，给你船只，你要什么咱就给什么。咱只有一个要求。父皇请讲。咱要你将这天下的海洋都变成咱大明的内湖，咱要你将这图上所有未知的宝藏都给咱带回来，咱要你为咱大明闯出一个万世太平的基业，你可做得到？儿臣领旨，纵使粉身碎骨，也绝不辜负父皇所托。店主，张议妥了。今日之事，多亏了你，你不仅救了咱和咱的家人，更是救了咱整个大明江山，此等大恩，咱铭记在心。打住！我不过是个商人，你们付钱，我交货，公平交易，各取所需。真要论功，该感谢的是你的好儿子，他可是差点把性命都赔上。交易是啊，交易。那咱最后只想知道，你究竟是何方神圣，做这些事所求为何？林北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我就是个卖东西的，至于所求，或许只是觉得有趣罢了。看着你们这些历史里的人物被未来的景象惊得魂不附体，然后又挣扎着要扭转乾坤，这种场面可比世间任何一出戏都精彩。林北这番云淡风轻却又无比刺耳的话，让朱家众人一时哑然。他们在这里经历的是国运的转折，是与命运的抗争，可在他眼中却只是一出有趣的戏剧。仅仅只是因为有趣，未来的长河里有趣的篇章数不胜数，你们老朱家的这点波澜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好了，今日的生意到此为止，诸位也该回去了，我这儿明天还要营业呢。有趣的篇章，沧海一粟。朱元璋凝重地看了林北最后一眼，目光随之落在那张巨大的世界地图上。他明白林北所言非虚，今日的所见所闻已经为他推开了一扇通往崭新世界的大门。妹子，允文，彪儿，扶好老四，咱们回家。是，王爷爷。好，回家。才短短数月，国库的银子就涨了这么多，你们户部这次当即收工。陛下过誉了，这次巨额的税银，他们那不是被抠出来的，是自己吐出来的，是把过去几十年从百姓身上刮走的血汗，连本带利的给咱还回来。彪儿，此事你做得极好，咱就是要让全天下都明白，在我大明的土地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父皇，儿臣不过是执行您的意志，但在推行新政时，确实遭遇了不小的阻力。许多地方的官员和士绅表面上遵从，背地里却百般阻挠，甚至串通一气，公然抗法。
抗法，咱当年连北元的100万铁骑都未曾放在眼里，难道还收拾不了这帮只会动嘴皮子的腐儒？你传话给他们，谁敢阻碍新法，就是与咱朱元璋为敌，与天下万民为敌。别以为咱的刀放久了会生锈。是，父皇，有您这句话，儿臣便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几样高产的作物，如今收成如何了？陛下，喜获丰收，是天大的丰收啊！那土豆单个便有壮汉的拳头大小，那红薯一根藤蔓下能刨出一大窝。据各地汇总测产，土豆亩产可达3800斤，红薯更是高达4500斤。好啊，真是天佑咱大明，天佑咱百姓！有了这等神物，咱大明的子民就再也不必受饥馑之苦了。父皇，这更要感谢四弟，若不是他拼死换来那几本耕种手册，我们即便有2种，也绝无可能种出如此惊人的产量。不错，老四当局头功。说起来，他那边进展如何？火种舰队可曾动工？启禀陛下，燕王殿下此刻正在龙江船厂日夜建工，依照殿下的指令，新式宝船在原有基础上做了大幅改进，船体更宽阔，龙骨也用精铁加固，足以应对远洋的惊涛骇浪。一个为民生，一个为请君。彪儿，老四，咱这2个儿子都没让咱失望。好了，你们都先退下，彪儿你留下。彪儿，这几月你劳心劳力，辛苦了。能为父皇分担，是儿臣的职责所在。只要能看到我大明江山日益强盛，儿臣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的。说起这个，你母后服了那药后，身体可还安好，没出什么岔子吧？母后凤体康健，精神头十足，一刻也静不下来。前些日子还亲自出宫，去了城外的施粥点，监督官员发放米粮，就怕有人从中作梗，克扣灾民的口粮。不仅如此，宫中开销也被他裁减了大半，说要将省下的银子都拨给四弟，用来建造舰队。不愧是咱的妹子，就算当家主事，这心也始终向着咱，向着咱的大明。彪儿，你再看这舆图，过去咱总以为天下就是咱眼前这1亩3分地，如今才知晓这世界广阔无垠，咱们未知的对手更是数不胜数。父皇所言极是，儿臣如今每日处理完朝政，也总要在此图前静思片刻。越是端详，越是觉得我大明未来的路还很长，肩上的担子也无比沉重。正是如此，所以咱让你在朝中推行新法，安定民心，积蓄国力。这盘大棋，咱才布下第一颗子。崇祯自缢梅山的悲剧，绝不能在咱朱家重演。土木堡的奇耻大辱，咱要亲手把它抹去。咱不仅要让大明存续下去，更要让它比任何朝代都强盛。咱要让这日月光辉所及，江河奔流之处，尽是咱大明江湖。时光飞逝，历史的长河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悄然改变了流向。哟呵！一个主内安邦，一个主外拓疆，这路子倒还真让他们走对了。洪武大帝，我们暂且别过，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希望到那时你能给我带来一出更加精彩的戏码。